Hello，这里是克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钟啊，我抓紧上来跟大家聊一下，因为今天下午蔚来出了一个公告嘛，就是增发了1.8亿股，这个大家肯定都非常的关注。然后这一次增发呢，我自己首先情绪是非常平稳的，因为上次财报日当天盘前大家也都看到跌了个17个点，对吧？我当时是没有操到的。然后这一次呢，就是跌到10来个点呢，我就加了哈。主要呢还是此一时彼一时啊。那蔚来目前的表现呢，的确还是非常好的，而且最近非常多的朋友也是想入场，对吧？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基本面一直向好，然后情绪面一点小波动，这个对于大家来说都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大家注意把握啊。然后我刚才捋一下呢，实际上主要融资的原因啊，大概率呢还是在于这个短期 ES8和L90啊，它的正向现金流呢是不足以支持就是下一个阶段的开支，包括很多方面，等一下我会说啊。但是要注意哈，这个正向现金流的绝对数肯定是高的，只是相对来说就是下一个阶段开支，因为是迫在眉睫的，钱好说，但是这个时间真的是不等人的。就一句话来说，就是远水解不了近渴。然后呢，我们就开始进入这个本期的主要的内容啊。第一个就是说一下本次的增发的情况，就是从原来的22.5亿股的股本，然后增加了1.8亿到24.3亿股，差不多就是增加8%左右，意味着就是这个股价往下跌8%。所以我当时看到盘前跌了10来个点，我觉得就合理了，那就录了点。然后从过往的情况来看呢，它还会往下跌，但是现在不好说，因为 New Day 近在眉睫了嘛，所以这个市场呢实际上是变化莫测、瞬息万变的，这个节奏呢是见路不走的，就过去的路呢可能现在不一定走得通，所以大家还是要具体来看。然后这一次呢，不同于上一次3月底的这个增发啊，因为上次蔚来太多的信息呢是没有披露的，就对于我们自己个人投资来说呢是非常艰苦的那个时候。然后我当时也是挺郁闷的，对吧？毕竟当时一个是股价很低，然后当时是高额的亏损，然后销量又很低，而且新产品也不明了。当时唯一能够安慰的就是我当时一个吐槽视频发完之后，我看到那个新闻报道了，就是说这个40个亿在4个小时之内被机构们一抢而空，就是闪电配售了，对吧？我当时就是稍微有点心放下来了，因为机构对于我们个人投资者来说肯定有足够的信息差，对吧？那我觉得他们大几十个亿都毫不犹豫砸下去了，那我作为小卡拉米我还担心什么？是不是这个道理？而且就是从之后的情况也看到，就上一次的蒸发对于就是现在看到 ES8 和 L90 这个保供保产真的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啊，所以现在这一次的蒸发实际上究竟作用在哪里？具体来说呢，可能要接下去慢慢会披露。但是几个方向，我觉得还是能看得到的，就因为这次的公告已经写得很明白了，所以我接下去就跟大家说一下它的方向是在哪些地方。然后这次增发的公告，我给大家读一下，就是投资的这个资金呢，投资智能电动汽车核心技术的研发、开发品牌的未来技术平台，然后还有车型，然后还有很关键的扩大其电池的更换以及充电网络。实际上这里每一个字都是非常的关键。然后有个很基本的概念先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布局肯定是要提前的。我们现在看到这3台车好像特别牛逼，对吧？实际上它是未来4年前就已经开始立项了，所以想要知道现在4代车有多少牛逼，得现在就开始布局。那我觉得就很正常，对吧？那么然后稍微总账算一下，我们就会意识到的确未来现在是缺钱的，就是当下。所以公告里有几个关键词想跟大家说一下，就是研发、平台、车型、电池更换，还有一个就是充电网络。然后我们具体拆分一个个来说啊，这块可能内容比较长一点。第一个就是研发，想这次机会就跟大家说一下，未来研发实际上也分好多类的，比如说有很基础的研发，举个例子啊，就是材料这些，比如说像未来自研的这一次 Neo 2的那个金属材料，对吧？已经广泛的应用在未来现在很多的车型上，对吧？还有一个就是900伏的高压平台，下一代我现在不确定是1200的碳化硅还是1600的氮化钾，对吧？那逻辑来说应该是1200的碳化硅，这样比较合理一点。然后这个技术的发展呢也比较符合这个规律。那反正就是不管怎么样，现在就得开始研发了。然后目前的这个3代产品已经很不得了了，对吧？那大家无法想象就是4代产品会怎么样。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平台类型的研发。那我举个例子，这个是怎么理解呢？就是比如说个电驱，现在大家看到就是 L90， 然后 ES8、ET9 他们那个后面的电驱就是340千瓦都同一个，对吧？这个实际上节约了很多成本，它就是平台的这种零部件能节约大量的成本，这很重要的。接下去可能 ES7 像 L80应该都是采用这一款后置的电驱。还有一个就是芯片，下一代的这个芯片肯定是家族形态了，对吧？像这一代芯片神机，它就一块1000 TOPS， 下一代的芯片肯定是5000 TOPS。那它从逻辑上来说，我们去看苹果的这个芯片，对吧？那肯定是有什么 Pro、有 Max、有 Ultra， 对吧？那么
我的理解就是 ONFO 下一个代应该也是会采用未来的这个芯片，然后换成应该是2000 TOPS 的这个算力，差不多这个概念。然后可能 Firefly 就是1000 TOPS， 我是这么理解的啊。但是无论如何，就是这个是很花钱，而且是要提早花。现在你就得去研发了，你才能过几年才能端得出来，对吧？但是好的地方就在于电驱，大家都看到这么多车一起用，这是很省钱的。芯片这么多品牌一起在用，也是很省钱的，这就是省钱啊。还有一个就是芯片，也许能给别的车厂去用，对吧？这个还能赚钱，所以我觉得就是现在去花钱肯定是好事儿。还有一个事情就是对应的车型的研发，这个呢也好理解。就现在我们去看 NT3 的话，就只有 ET9，还有一个 ES8，然后乐道的一些车型。但是现在 NT3 的很多车型还没有露头，对吧？5566、777，然后8的话，肯定不止这么一款 ES8，对吧？我是认为呢，还有款轿车，就 ET8 也是情有可原的，但是这些东西都是需要钱。还有一个就是电池的更换，就前面公告里说的，就是车主肯定是能偷着乐了。17年的 ES8，就那一代的交付到现在正好是8年了，等于就是这些车子肯定它的电池就进入了这个退役的时间，等于就是电池的这个大的池子啊，就要进入这个迭代的周期了。而且前段时间大家也都看到，就是100度电池不是标配了吗？那么这个趋势就很明显了。之后我们这一批标准的75度的老车啊，肯定也是能慢慢升级到100度，这个趋势是肯定的，就是看时间的问题，或者说就是现在75度的这个 bus 的租金就往下降。这个逻辑也很简单嘛，因为新电池它的成本肯定是更低的，要么就是加量不加价，要么就是平量降价，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呢，就现在可以理解当时为什么2025款5566当时是5月份推的，为什么没有上100度的电池标配？究其因为呢，肯定还是钱不够，对吧？因为更换电池肯定是要花钱的。那么这个时候可能就是投资者会比较郁闷，说为什么要稀释我们手里的股票，稀释8%来成全车主呢？大家完全可以换一个角度来去想想，实际上这是一个大利好，让整个社会和市场都看到了换电模式的优越性。就前几年75度的车子，过几年可以免费升级到100度，或者说bus的租金更低啊，其他非换电的车主估计人都懵了，那还能这么玩，对吧？估计真的是要骂街了，早知如此干嘛不早点就买蔚来呢？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这个肯定是会激发大家去买蔚来、乐道、萤火虫的，这个绝对是大利好。所以不仅车主偷着乐，投资者也可以偷着乐。然后第5个小点就是这个充电网络，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实际上这个就是换电站的铺设了，这个的确是有难言之隐。现在大家也都看到了，寄希望于社会一起来推进这个换电站，还是有点困难的。今年我本来估计的是5000座啊，因为我去年12月1号，我当时是发了一个未来5年的展望，当时说的是很明白了。不过当那个视频，我觉得大家真的可以看一看，因为我当时就是估计推测到，就是今年的年底的话，未来这个交付量能到5万。然后我是每一年的这个规划和产能都是放过去的，这个推导逻辑还是非常合理的。当然，就是这个今年换电站究竟几千座呢？官方是没有披露的啊。但总之现在看到是3500座，但是大家也要看到，现在 ES8 和 L90 啊是破圈的，交付量很快就要上来了。如果再等这个社会资金来一起干啊，真的不知道猴年马月了。所以到那个时候，就是可能会滞后，换电体验肯定会不好。所以这个换电站一定要提前去铺设，那就自己干，对吧？自己早点造，早点赚钱，基建肯定是赚钱的。而且我跟大家举个例子啊，就是现在我所在的这个吉林，现在吉林所有的服务区都有未来自己的这个充电站，因为未来来得早嘛，所以那个电容啊、电线都是可以借用的。但是啊，就是理想现在不是也在铺这个5C 桩吗？很多站因为当时的电容量有限，导致理想这个5C 桩你铺进去的话，必须要自己去拉线、自己去拉电容，这个实际上是非常花钱的，而且它对于之后的这个运营来说，它也是很有负担的。因为这个超充站就是一单一单去赚钱，但是未来这个换电站你铺下去的话，至少通过调峰调频还能赚点零花钱。所以大家一定要认识到这个基建绝对是一本万利的。还有一块就是我觉得公告里还没有说，就是囤车的事儿啊。囤车这个真的是很占用资金的，大家可能觉得为什么不多囤点车？给大家随便算一个账啊，比如说多囤1万辆的 ES8，打个比方啊，那么就40万，等于就是40个亿，是不是这个道理？40个亿，你现在未来哪有这么多钱？然后还有说就是乐道 L90，大家说能不能多囤点？实际上这个都非常耗钱的，所以最后结果上就囤了几千辆，具体我就不说了啊。所以接下去大家都会看到，就是 L80还有 ES7啊，这都会遇到这个情况，囤车究竟囤多少才能足以应付这个市场的这个需求？大家也看到这 ES8 订单量非常非常高，就今年你都不一定能提到车。的确有这个情况在，所以这个囤车和产能就是大家也要看到了。还有一块就是我心里一直是比较操心的，就是关于 F5 工厂，这也是我之前就是5年规划展望里那个视频里有聊到过的啊。现在看的就是明年年底应该年产能100万，就整体的 F1 到 F4 100万应该都会用完，就是差不多月交付量要到17万到16万啊，那时候应该会跑满。那么就是到了27年 F5 肯定要上了啊。
那么也就意味着就是明年 F5肯定是要上马了，这个还是要投好多的钱，所以我还是比较操心的。所以就是看 L90、L80、ES8 还有 ES7明年有没有足够的这个现金流，我估计可能还是要再融一笔，这个还是很花钱。所以就是总结一下，估计内部呢就是算了个账，就是真的是哪都要花钱。就是还是那句话，就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对吧 ？ES8、L90 哪怕再好啊，也无法 cover 就中短期的这个 Capex 还有这个 OPEX， 对吧？前面说的这个4代的预研，然后这个3代车型的后续的开发，然后媒体沟通会的时候，斌哥实际上说过，现在这个车型的开发周期是快很多，因为它整体的平台已经研发好了，所以这个是比较急的。因为大家看到这个 L90、ES8 它有足够的产品壁垒，有个时间，对吧？护城河也在那儿。这2年一定要把这个车型到一箩筐的都要打出去，然后抓紧回血，然后还有前面就说的电池的更换、补能网络的这个建设，然后囤车啊等等。那么就是提早增发，提早上子弹，争取 NT 4.0 实现这个自我造血，然后 NT 5.0的时候就完成这个自给自足的闭环，对吧？然后前面说的比较快最后我再跟大家说点贴己话啊。最近实际上蔚来的这个执行力真的是很强，大家一定要关注到 L90 真的是做到了首月交付量破万，而且 L90 有一招是很狠的，大家一定要去留意到，就是预定金的截止是在斌哥公布价格之后还有15分钟，对吧？这一招真的太狠了，就以前从来没见过这玩意儿。大概率 ES8 也是一样的，就是之后15分钟让大家抓紧去下预定金，5000块抵1万块，再来个什么多少截止日之前下定的，可以兜底明年的购置税1.5万，这个太狠了啊！另外我看到这次实际上 ES8 的执行力比 L90 还要更厉害，未来还是在继续进化的。具体有几个点，就是单单从传播来看，因为现在毕竟做媒体嘛大家看到这次 ES8 的传播链路实际上很早就开始了，甚至是在媒体动态试驾的时候就不停的有热度释放出来。大家也看到非常多那些照片，对吧？以前大家都知道媒体的动态视频是到某一天的某一个时刻一起动态解禁，现在未来不是这样的，什么照片都可以发，除了一个动态不能发，其他都可以发，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就是看到未来有很多的方法去保持这个热度，这个热度真的很重要，不能让这个市场去冷下来。而且还有一点执行力很夸张，就是今天10号今天准备了1万组客户的这个试驾，实际上我是不敢去想象这里究竟花了多少心思去准备这个事情。而且12号就开始，后天嘛就开始锁配置了，配置一锁，实际上工厂就可以快速开始生产了。早点说完配置，早点生产，对吧？现在提早囤车囤完，说实话都是比较凑巧的，因为大家需要怎么样的颜色啊，需要怎么样的内饰颜色，外面的颜色什么配置都不知道，对吧？当然实际上之前的蔚来已经给那个预定车主发了一个意向的问卷调查了，对吧？所以这些操作我反正都是没看到过的，应该是全行业都是首创的啊。所以今年如果12月份就是完成了斌哥说的 ES8 交付1.5万，我现在是真的是越来越有信心的。反正我本来去年还是那个视频，就是5年展我就说了，年底应该能到5万的这个交付量。当时我可能还是说保守了，反正现在我就很相信未来的执行能力，大家就不要慌了。所以说到底还是这句话，就大家注意把握机会。OK， 这里是柯洁城，今天这个视频呢就快速把这个未来这些增发，然后我认为的可能性，就是远水解不了近渴，然后各方面要花钱的地方给大家捋了一下，大家应该都能理解了，对吧？那么争取快点把这个视频发出来，让大家看到。OK， 那我们下视频再见，拜拜。